好耶，又来给屏幕前绝子的你做绝子的视频了。本期视频的主角限定5星第2位朱渊。那考虑到屏幕前大部分的玩家不是那种干地，可能还没有到60级，所以本期视频呢采用比较符合平民体质的50级平民毕业练度驱动盘的一个朱渊来给大家展示。驱动盘的话带的啄木鸟电音2件套和混沌重金属4件套。那这个时候屏幕前的你可能就要说了，你这暴击率怎么这么低呀？科普一下，朱渊实战中自带30%的暴击率，专武又可以赠送15%的暴击率，然后如果你的妮可是6命的话，妮可又可以给他提供15%的暴击率，也就是说朱渊这个角色在实战中几乎是不缺暴击率的，甚至暴击率还容易溢出。大家在给他带驱动盘4号位的时候，大概率呢是要带暴击伤害的，来防止暴击率溢出。那视频的开头还是老规矩，我先给屏幕前还不了解朱渊技能的各位新手玩家详细解读一下他的技能机制，以及他在实战中的循环手法。如果你是已经完全了解他技能的老手，你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段，从本期视频的6分48秒开始看哦。先来说他的普攻，打出非常华丽的体术加枪斗术的5段输出，交替造成物理伤害和以太伤害。其中第4段和第5段的普攻能让朱渊各装填1发强化线弹，就是他头像下面的这个标志。也就是说，打完一套普攻循环，朱渊可以获得2颗强化线弹。这个强化线弹 buff 是朱渊这个角色的重中之重，后续会着重讲它的作用。现在我们先按下不表。接下来我们说它的 E 技能，非强化 E 技能，连续点按1键会发射3颗以太属性的子弹，但是非强化 E 技能的伤害非常的低，同时也没有什么特殊效果，实战中是可以抠掉不用的。我们主要说它的强化 E 技能，能量充足的时候点按 E 释放造成大量以太伤害的子弹，每次释放的时候还会给朱渊装填3发强化线弹。接下来终结技，和鲨鱼妹的终结技一样，非常简单的力大专飞形态技能，对前方大范围造成巨量以太伤害，并且释放终结技也会给朱渊装填3发强化线弹。这时我们就会发现，普攻、E 技能还有终结技都能给他装填强化线弹。那么他有没有更多的方式来装填这一个强化线弹呢？当然是有的。当前台队友被击飞，触发受击支援的时候，会造成少量伤害，并且装填1发。发动闪避反击的时候，会造成中等量的伤害，并且装填1发。接下来，对面冒出金光，按空格发动支援突击的时候，会造成大量伤害，并且装填3发。发动连携技的时候，会造成大量伤害，并且装填3发。其中虽然前2种方式只能装填1发，但是前2种方式在触发了之后是能直接接普攻的第4段和第5段的，所以综合算起来，前2种方式呢也可以快捷的装填3发。以上就是所有强化线弹的获取方式了。那么这个强化线弹到底有什么用呢？朱渊在拥有强化线弹的时候，长按普攻键会造成3段以太线弹连击，瞬间打出非常高的以太爆发伤害。其中第1段和第2段都是消耗1发强化线弹，最后一段则会消耗3发强化线弹，也就是说一轮长按普攻循环一次性会消耗5发。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长按普攻的过程中，第1段和第2段的伤害倍率是完全一样的，而第3段的伤害倍率正好是第1、2段的3倍，等于是消耗几颗线弹就造成多少伤害了，非常的合理。而这一个消耗强化线弹打出瞬间爆发伤害呢，就是朱渊在实战中的主要输出方式来源。根据个人的经验，除了终结技以外，朱渊在实战中积攒强化线弹比较高效的方式是，对面冒出金光的时候发出支援突击，以及发动连携技，以及发动强化 E 技能。对比这3种积攒方式，普攻、闪避反击以及受击支援的积攒速度呢，就会显得比较慢。
所以朱渊在实战中的操作手法可以总结为：在敌人被击破之前，朱渊可以不战场，让击破队友进行战场。在击破队友战场的期间，可以让朱渊出来多打支援突击和连携技，以此来积攒强化线弹的数量，然后再切回击破队友战场。等击破队友把对面的怪物打进失衡，立刻切出朱渊，长按鼠标左键，一次性清空弹夹，打出所有的强化线弹，对对面造成一次核爆发。这就是朱渊在实战中的一个输出思路啦。以上是面对精英怪的思路，在面对血皮杂兵的时候，你也可以用朱渊战场快速清杂，也是没啥问题的。那为什么我会说在面对精英怪的时候不推荐朱渊进行战场呢？有以下2个缺陷。第一个缺陷，朱渊在发动强化特殊技、连携技和终结技的时候，自身暴击率会提高巨量的 30%。但是我们都知道，实战中强化特殊技和终结技释放的频率是非常低的。实战中朱渊的这 30% 暴击率的提升，大部分都是由连携技提供的。而要打出连携技，就要用击破角色战场，这个大家都是明白的啊。接下来第2个缺陷，朱渊在攻击失衡状态下的敌人的时候是会有一个增伤效果的啊，而失衡状态下的敌人，你也是要切击破角色进行战场，才容易把敌人打进失衡。也就是说，就连官方都在劝你让朱渊站在后台，先用击破队友进行击破，然后再切出朱渊来进行爆发输出啊。不过呢，实战中大家还是以自己的手感为主，你非得要觉得朱渊战场的手感好，也可以用它进行战场啊，没什么问题的。以上就是朱渊的详细技能机制和实战中的操作手法细节，希望对屏幕前的你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0+1的朱渊带着啄木鸟2和混沌重金属4，具体面板是这样一个样子的平民毕业朱渊实战中的一个强度吧。打的是70级的精英怪杜拉汉，这个队伍里面我选用的击破角色是安比啊。我们前期先用安比负责战场打击破，在这个期间有支援突击的时候还是要出来按的，按完之后继续用击破角色战场。OK， 快要击破了，打连携技。连携技又赠送3颗强化线弹，然后在敌人失衡的过程中，一次性把所有弹匣清空。你看这一个爆发伤害，来大招又送3颗强化线弹。好的，继续把这一个弹夹清空。等对面失衡恢复了，我们再切出击破角色进行战场。然后期间就和刚刚的循环一样，努力的在后台拼命的攒强化线弹啊，然后呢，在敌人被击破的时候，一口气把所有强化线弹打出去。好的，来 ，nice， 一共6颗强化线弹啊！哇，这一发1万多，一发1万多的，不愧是以爆发为主的强攻角色呀！看完了朱渊的对单能力，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对群能力啊。有连切技了，切出朱渊来攒3颗强化线弹。好的，然后我们这边再切回去啊。支援突击又攒3颗强化线弹，来 ，OK， 连携技又攒3发，攒满了，我们一口气打出去。我客观评价，朱渊的对群范围不算很大。朱渊对比鲨鱼妹，它的特色在于哪呢？它的特色就在于一次性爆发非常的强啊，但是对群能力和平滑输出能力呢是要稍微逊色于鲨鱼妹一点的。总结下来就是鲨鱼妹清群体怪呢要更强一点，而朱渊呢对单体精英怪的爆发呢要更高一点，两者的分工各有不同。接下来我们来说配装环节。2件套啄木鸟电音，4件套混沌重金属，没啥好说的。4号位暴击伤害，5号位以太伤害加成，6号位攻击力，然后副属性的话堆双爆和攻击力就可以了，标准的强攻堆法。武器的话像这样带就可以了，并且这一次专武呢和硫磺石的差距不大，我个人觉得你有硫磺石啊就可以给他带硫磺石，不用抽专武。给大家放上4段对比录屏。
大家可以放慢速度看一下左上角的专武和右上角的硫磺石的伤害数字的区别，其实区别呢是很小的，打下来的区别呢，我感觉也就5%左右啊。然后左下角的加农转子和右下角的3星武器呢，差距就可以看出来了。加农转子这边呢给怪留了一点血皮，然后呢3星武器还留了1/8左右的血量。所以个人认为有硫磺石就不用抽专武，但是没有硫磺石的话，抽一个专武还是能很大的提升它的瞬间爆发的。配对方面，妮可可以说是他的固定队友，有朱渊一定要上妮可，因为妮可可以给全队的以太伤害额外提升25%啊。至于另外一个队友的话呢，由于朱渊在实战中的连携技非常的关键啊，所以我强烈建议另外一个队友带击破位。个人觉得击破位带一个安比就可以了，因为只有安比呢可以触发这一个3笑脸的效果，这样你就可以不用把狼哥和科雷达匀给朱渊了，非常的平民。但是如果你没有养安比的话，用狼哥和科雷达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朱渊的配对思路。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隐化的提升，一隐快速专填。朱渊发动连携技和终结技会获得快速装填的效果。当朱渊拥有快速装填效果时，耗尽所有强化线弹后，会立刻获得6枚强化线弹。一隐的提升非常巨大。实战下来呢，朱渊给我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虽然爆发高啊，但是确实强化线弹呢有点续航不够。但点了一隐之后，这强化线弹是完全停不下来的。左边是0隐，右边是1隐的一个录屏，我们主要看右边的1隐有多快乐啊！来触发连携技。现在我们等朱渊打完所有弹夹之后，他立刻就补充了6颗弹夹，看见没有？我们又触发终结技，终结技现在等我把所有弹丸打完之后，又可以立刻补充6颗，直接补充满了。补充满了，哎，我强化1技能还没用呢，哎，又6颗，直接就把70级的杜拉汉给带走了。接下来2隐以太于禁，以太于禁在他长按普攻键的时候，抗打断能力提升，受到的伤害降低10%，并且消耗强化线弹命中敌人时，普攻还有冲刺攻击造成以太伤害提升10%，最多叠加5层，持续5秒，并且每一次叠加呢都能刷新持续时间。左边是1隐的，右边是2隐的一个实战。我在这里呢时间停止一下，截取这一段伤害给大家对比一下，可以看见实战伤害会提升18%左右。3还有5都是所有技能呢提升2级，这个我们跳过。我们先来看一下4以太清澈。朱渊消耗强化线弹攻击命中敌人时，普攻还有冲刺攻击将无视目标25%的以太伤害抗性。4隐也是简单粗暴、力大专飞的一个提升，并且它还是高贵的减抗程序。4隐对比2隐呢，整整增伤了35%左右。这其中3隐提升的占比呢比较小，4隐本身的占比呢能达到25%左右，是没啥问题的。最后我们来看6隐，朱渊累计消耗12枚强化线弹时，将获得以太余温效果，下次发动强化特殊技，能量直接折半。而且发动强化特殊技时将消耗以太余温，额外发射4枚以太陆弹，每枚会造成220%的攻击力伤害。6隐虽然不能提升它普攻的伤害，但是却可以让它的实战变得非常丝滑。有以太余温的时候，我们的肩膀还有我们的裤兜会亮光，这个时候我们使用强化1技能就只要1半的能量，并且强化1技能的伤害会大幅度提高。看见没有？对面70级的怪物，满级怪物啊，满级小怪，直接被我们打掉了1半的血量。我这边专门把妮可下了，然后换一个更肉的怪物，给你们看一下6命的朱渊有多持久啊！来，先射满12发，
射满12发后，触发6命的强化一技能，把一技能打出去。好的，继续射，射完之后通过终结技补充一下子弹。好，补充完继续射，射了之后又触发6命的强化一技能，又射出去。然后又触发1命的补充子弹。好的，哎呦，被打了一下啊！然后又触发6命的强化一技能，又射出去。OK， 打完了啊，这就是6命朱渊的持久度。但是如果屏幕前的你想要给朱渊拉强度的话，我个人认为最高性价比的拉法就是，抽一个1命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有硫磺石专武都不用抽啊，没有硫磺石再考虑去抽专武。以上就是朱渊这一个角色的所有详细评测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最后祝你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